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更新一款6个月宝宝穿的一个毛线鞋袜。我用的是一个4.0的棒针，线的话是3股的一个亮纱线。我们是从鞋底这里开始织的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编织。首先把线对折，套到我们的右手食指和大拇指上，然后3个手指头把这2根线给它捏着，针，左手拿针，从下往上提出来，右手往后扬，先从大拇指这里从下往上套一下，再从食指这里压过来，然后从大拇指这里出来，接着食指和大拇指套进去，又往后仰，重复刚才的起针。我们一共起6针，一个线圈是代表1针的。那这里起针也可以随意啊，这里的话我们用这种方法起6针。好，起好针以后呢，我们来编织2行下针。正式织从上往下圈，绕线勾出。从上往下圈，绕线勾出。好，这个就是下针。好，织1行以后，接着再织1行下针。然后我们开始来加针。第1针织下针，然后在中间第1针和第2针的这个过渡线这里，从上往下挑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然后织后面那根线，也就是织的下扭针。好，这样子就相当于加了1针。左边也是在最后1针的里面，给它把这个过渡线挑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下扭针，也是加了1针。现在开始再织1行下针，再来加针，也就是隔一行再加1次。然后再加1针，套到我们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这个叫下扭针。好，左边从上往下把过渡线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脚跟的话，我们这一边加2针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们不加不减，往上去织，全部编织下针。这几行的话，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加了2次针以后就不加了，往上去编织，织到这个疙瘩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8行疙瘩了，两边都是有这样8行疙瘩以后，我们再来加针。加针还是像刚才一样，第1针织，然后在过渡线上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下面的后面那根线，下扭针加针。好，左边加针。
好，那这上面的话，我们隔3行再加一次，我们不一次性加。这里的话已经加了一次，我们再隔至3行下针。好，3行织完以后，我们再加一次针。啊，过渡线挑起来。啊，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右针上绕一下线，然后左针把这个过渡线套到加针的这一针，这样子就可以轻松去织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从上往下把这过渡线挑起来。好，绕线，把这个过渡线挑起来，套过绕的这个线，这就是轻松就织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加针又加完了啊，这9掌这里我们也是加了2次的，现在又往上去编织，不加不减的。好，上面的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不加不减往上去编织啊，又是织了，一共是织了16个啊，从下往上数，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两边都是这样数于16个。那我们就开始来减针，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右边的第一针挑，第二针织。然后挑起第2针，套过第3针，好，这个就是右边减针。左边就是2针并1针，哦，最后织一针下针。好，这一面的话正常织下针。一共要减3次，大家自己把这3次给它减完。第1针挑，第1针织，第2针挑，第3针织，挑起第2针，套过第3针。好，最后左边的2针并1针，最后1针织下针。那还有一次减针，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减完针以后，我们再反面织1行过来，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来开始挑，2行疙瘩，中间这个位置去给它挑1针，靠近边缘这里去挑。疙瘩，2行疙瘩中间这里去给它去挑，每次都是这个位置，就是1行疙瘩，2行疙瘩，中间这个位置，中间，这个位置去下针去挑，靠近边缘一点。两边要挑一样多啊！如果这边是18针，这边也18针，那这里开头是6针，我们这里也要挑6针，那其余的大家自己挑。这里也对着针目，我们这里是起针的，6针对着针目自己去挑。
这前面呢它是8针，这边我调了17针，后脚跟这里是6针，这边呢我们也要调17针，34加1 14，一共是48针。然后我们调完以后就开始圈织，我们圈织2圈平针啊，全部织下针，全部线下去织2圈平针。那这2圈平针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2圈这个下针织完以后，我们来织一个牙齿，就是一个花纹啊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加后减，也可以先减后加，都可以。就是2针并1针，我们减1针就要马上加起来，所以说绕线加1针，后面继续2针并1针，好，加1针，2针并1针，加1针，2针并1针，加1针，好，后面就这一圈重复这样子去编织。这里的话，因为在2针接头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针放到线下面去，然后2针并1针，相当于这里加了啊，这个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然就会少1针的。我们是先减后加，先减后加，先减后加。自己减完的话也要数一下，包括这里上1针，加了也上1针，一共还是要68针，针数是不能变的。所以说大家把这一圈减完，这个在针上面挂着的这个线圈，一定要是68个线圈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最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减针了，这里要加1针的。那同样的，这里也是在一个交接处。那我们在织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把针放到线下面去，好，再去织下针，这里加了1针就在这里了。好，大家如果在织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针的话，你是在圈在3根针上圈织的，你们自己在这前面这里做个记号，这里是鞋子头。好，那我们1减1加织1圈以后，然后接着织2圈下针，大家自己把这2圈下针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这2圈完成以后，我们就来合并。像这里我们1针针目找对应的一个针目，去给它挑起来。这里面大家没有多余的针的话，我们就挑1针，合并1针，给它挑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然后2针并1针，好，这样合并。如果你的鞋子织的比较大，也可以都织3行啊，3圈。我这里都是只织2圈的。好，鞋头这边搞好了，那个这边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对应的，这个地方挑起来，跟它合并。如果有多余的针，大家可以给它就这样子圈在针上，一次性合并。这里17针，这边也要挑17针。那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完成。好，这个花纹织好了，就是这里。
就是这鞋子这个部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织3圈平针来排花。这里的花纹大家可以随意去排，也可以全部织平针。我这里是准备织一个泡芙花的，那我们先织3圈下针，全部织平针就可以了。大家自行把这3圈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这3圈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开始来织泡芙花。这里大家可以随意安排花纹都可以的。我们这里刚好数了针数是刚好的啊，所以说排花的话，我们这里直接来排3针下，然后第4针我们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，然后绕线勾出。好，就是4针为一组花，因为我们是48针刚好。如果大家的这个针数就是不够的话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号角根这里去给它收针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每1个孔、2个孔，第3个孔穿进去，然后再放，然后扯3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这个是泡芙花的编织。那这一圈的话，全部都是这样织的。织3针下，然后1、2、3，然后第4针，看一下啊，从这第1个1个 V、2个 V， 第3个 V 这里穿进去，放掉的话，它是有3根线的啊，1、2、3，然后再绕线勾出，好，拉紧一点。那这一圈我们全部按这个规律去给它完成，完成以后再织3圈下针，然后我们再来织第2组错位花纹。我们第1圈花织完，又织了3圈的这个平针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织第2组花进行错位。我们开始是织3针，第4针放花的。那我们第2组花在这3针中间这一针放花，所以这里是织1针下。然后第2针这里，我们从上往下数1个孔、2个孔，第3个孔穿进去，然后放掉，一样的，同样的3根线，然后绕线勾出。好，那后面的话都是织3针，1、2、3。好，第4针放的话，也就是第1组花的3针中间这一针大家要记住这个规律啊，2根线、3根线。然后把这一圈织完，然后再这一圈花织完，再织1圈平针，然后我们再来织这个斜面部分。大家自己把这个第2组花完成以后，1圈平针织完。好，我们这个1圈平针织完了，我们现在来织这个斜面。正常的话，这前面8针就够了，因为这里要排花，所以说我们就把2侧给它分1针到前面去，前面的话就是8针，加2针就是10针了。大家这个花纹随意啊，就我这里织是泡芙花，如果你不想织泡芙花，你可以织别的花，然后斜面的话也可以织马哈纽代替，这个都是随意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这个斜面。斜面我还是继续去织这个泡芙花。刚才我们已经织了1圈，就是排完花已经织了1圈。好，现在我们织前面的。好，这10针。那这10针的话，我们要在这里减针的啊。看一下，我退1针过来，这里就9针，2、4、6、8、9。第10针和左侧这1根针，这2针并1针。好，再翻卷，这里就不织了，翻卷织。我们现在只织斜面这个部分。好，看过来，这是反面织上针，把线拉着，针放在线下面去。第1针上挑，然后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，再来织上针。这是引反啊，这个在我们织毛衣中也用到了这个
同样的，反面这里也是留一针上针这里，和这边针上面的2针并一针啊。好，又翻卷织物。那我们前面就已经织了3行了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又开始排花。第一针正挑，然后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。这里织3针下，1、2、3，第4针放，跟第一个那个泡芙花是一样的位置，1、2、3，第3个孔孔穿进去。好，这里放3根线，再绕线勾出，1、2、3，好，第4个，1、2、3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最后一针要跟这一针合并，可以把它套到这个针上去，然后2针并一针，再翻卷织物，反面都这样子的啊，拉线，针放线下面去，第一针上挑，把线拉紧，从下往上绕线，然后在反面就全部编织上针。最后一针要跟这边的去收针，那我们先从下往上按一下，从下往上去把它挑起来，然后再套到左针上去，和左针这个2针并一针也是要收一针的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这个就是斜面的织法，一直这样子重复啊。然后这个泡芙花还是要继续去编织的，要织3行，反面1行，正面1行，反面1行，然后再在这面来又接着织泡芙花。不织花的情况下，正面是平针，反面是下针。好，再给它演示一下这个剪针啊，这里2根线代表的是一个针目，我们把它圈在左针上去，然后和左针上的这一针2针并一针，好，这是正面的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反面最后一针再来演示一遍。我们右针从后面去，从下往上把它这根线拨起来，然后套到左针上去，2针并一针，减针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去给它一边去收，一边慢慢去收。一共的话，我们就收8次。好，现在开始又要织泡芙花了，这个是我们挑了多余的一针。好，那这里织一针，在第2针放1、2、3，中间织1、2、3针。好，这边继续去剪，因为我们两边的话是17针的，然后又分一针前片去，这个前这个
斜面来了，所以说就只有16针。那我们要减8针的话，这里就只会剩下8针的啊，所以说我们减到最后只剩下8针就可以了。那后面的话大家就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，这里是10针，这两边是8针，这边是6针，一共是32针。那我们就开始的话，织一圈下针，然后我们再来织这个一针上一针下。大家如果要织大一点，在我织的这个基础上啊，所有的基础上，大家自己可以去加长加宽都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圈下针织完以后，我们就来织这个上下针。这里如果有一个缺口的话，大家可以把这个旁边的这个挑起来，一起织掉。我是一圈这个正常的上下针，一圈这个扭针的，我们先来织一圈正常的，一针下一针上。把这一圈上下针织完，我们来演示下扭针。一圈正常的上下针，然后我们再织一圈扭针，你看就是下针的地方，我们去织后面那根线，从上往下织，绕线也从上往下绕线，这样子的话它就要紧一点啊。然后上针我们就正常去编织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针的时候我们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从上往下绕线。好，我们就重复这样一圈正常的上下针，一圈这个下扭针，一共织30圈就可以了。我这里一共是30圈，你看正面的话织这种的话它就要紧一点，不容易变形。好，里面翻卷过来就是正常的上下针。好，大家就把这样30圈给它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后面的部分。我们30圈已经完成了，我来教大家数一下。辫子不会数的话，就数这个疙瘩1、2、3、4，这样数30个，那我们就知道是织了30圈，就来收尾。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上织；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。收针的时候收稍微松一点，不要收紧了啊。下针就向上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。尽量收松一点，不要收紧了。上针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拿下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，下针向上，把线拿上来，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，反着来的。那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把这一圈给它收完就可以了。收完以后呢，大家就收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在袜圈这里给它勾一圈这个花朵啊。那我们这个线圈的话就不给它剪断了，直接就挨着这个线圈。我们可以在这一针就是辫子上面这里去给它勾一针短针，
然后下一个辫子针这里我们钩5个长针，绕线，钩针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再绕线退2针，然后又绕线退2针，钩针绕线，同一个位置穿进去，就是同一个位置我们要钩5个长针啊，就形成了那个花瓣。3、4、5，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一组，后面就重复，一个辫子里面钩1针短针，然后下个辫子里面钩5个长针，啊，大家就把这一圈这样子去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钩完的话，我们最后一针去引拔，然后单线，再把线藏进去。好，鞋子部分我们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钩这个带子。带子的话，我一边钩了一片叶子，一边钩了一个花朵，这个大家随意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线放到我们的左手拿着，然后钩针放在线下面去绕一个圈，然后起立一针，钩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6针钩好以后，我们倒数第2个针目这里钩1针短针，第2针针目钩1针中长针，第3针钩个长针，第4个钩个长针，好，第5个钩一个长针，第6个钩个中长针。好，再把这个给它兑换一下，到对面来钩，倒着来钩。第一个钩个中长针，第2个钩个长针，第3个钩个长针，就绕2下线，钩针绕线推1次、2次、3次，这是中长针，然后1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，1针短针。好，完成，再起立1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钩叶子那个筋。好，钩针穿进叶子这里，然后绕线钩出这个线圈，再穿进去，压线钩出这个线圈。好，一直这样重复。穿进去，压线钩出所有线圈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所有线圈。好，这样子叶子我们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钩辫子针，钩70个辫子针，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。啊，这样子钩70个，如果要长一点的话，你就稍微钩长一点。
好，70个辫子钩好了，然后我们找到鞋子中间，这里入针。好，再把这个带子给它穿进来，隔1个或隔2个都可以。大家如果觉得70针这个辫子太短了，你可以继续钩长一点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给它穿好以后，这根线我们没有断过的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拉长一点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带子去系的时候短了，你就继续往上去钩就可以了。如果够的话，我们这里的话就来钩这个花朵，这一朵花，我们捏的这个处，这1、2、3，然后在这个捏的这一处这里入针，也可以钩长一点啊。好，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圈。我们在这一个圈里面钩6针短针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。然后我们找到第1针，横穿进去啊，这个 V 字，然后给它先起立1针，起立1针，然后呢，下一个 V 字这里我们就钩5个长针，就是一个花瓣。这个花朵的话，大家随意去安排都可以。我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3瓣的一个3遍一个花瓣啊。钩5个长针，然后呢，下一个针目这里我们就钩1针短针，这样 V 字，下一个针目这里就钩1针短针。好，一共是3组，我们就这样子，一个短针，一个花瓣，一个短针，一个花瓣，一个短针，一个花瓣，刚好就是这样子3个花瓣的。好，钩完以后断线，找到第1个针目这里进行一个引拔就可以了，然后把线头藏起来，那这个鞋子我们就完成了。